好，那汪志仲来台吊唁谁呢？辜严卓云啊，辜政府的这个夫人啊，那前一阵子过世，活了105岁了，是高寿。那当时就说呢，汪志仲可能来。那汪志仲是谁？他根本不认识他嘛。汪志仲是汪道涵的儿子，因为辜汪会谈是辜政府跟汪道涵曾经会谈过，哦，所以呢，大家知道哦，有汪道涵这个人。那其实知道的人都不多了。尤其年轻人不知道。那他的儿子，哦，其实，在政治上也不是多有影响力的人啊，知名度也不是多高的人。那只是因为他曾经跟辜严卓云见过面啊，然后呢写过文章，然后又加上汪道涵的关系哦，所以等于是故人之子啦啊，来台吊唁也被各种限制。他来已经走了，台湾人都不知道，陆委会都封锁这个新闻，因为也不准他接受采访。也不准他这个开记者会，也不准他发表谈话，一切都不准，所以他就悄悄的来，悄悄的走了哈。但你说真的要他对外面讲话，他会讲什么？他也不过最多是吊唁，这个怀念辜严卓云跟辜政府先生，了不起这个样子嘛？有什么了不起呢？但是呢不行哦，而且呢陆委会说，一向大陆人呢，我们就要遵守3不1低调哦，什么不接受采访啦，不安排什么。不接受媒体访问，不安排其他行程啊，然后不这个不那个哈，而且要低调啊。那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他来过了啊。那国台办是说了，国台办说哈，你们台湾真无聊，也不过就是个汪志仲到台湾啊，然后不过就去这个吊唁辜严卓云，然后呢用重重限制啊，然后呢这个还透过基金会就海基会要求了，不接受采访，不安排其他行程。哦，所以呢，汪志仲是考虑到海基会目前的处境，所以上午到了台湾以后，立刻到灵堂吊唁，傍晚1天之内就回大陆去了啊，也不在这边啊，这个多做停留哈。那在台湾媒体不能接受嘛，所以他接受大陆媒体采访的时候，表达了对辜严卓云的哀思跟对两岸交流的期许。哦，所以呢，大陆国台办就说，民进党当局对两岸交流处处蛮横设限。再次充分表达他的善意跟言论自由都是假的哦，等等啊，反正大陆方面很不满了哈。那其实不是只对这个汪志仲哦，星云法师过世的时候，大陆有些跟星云法师有交情的重量级人士来，也是被各种限制，他们觉得好像受到很大的屈辱，非常大的侮辱，这对我们这算什么呢？好，那么这个所以媒体是说赖政府宁愿当 AI 时代的鸵鸟。AI 时代很多消息是封锁不住的，你就算今天封锁住，明天也会传出来。大陆也想封锁很多消息，他也封锁不住，你干嘛要这样干呢？啊，那另外除了这个以外呢，陆委会呢3次拒绝上海团来台湾，哦，说他们的采线团在敲锣打鼓申请，我就一定要核准他吗？您私下来申请，我也不见得核准你；敲锣打鼓申请，我也不见得核准你。我干嘛一定要核准你？你敲锣打鼓要逼我，我就要核准你啊！那另外呢，上海的赏灯团已经第3柱打枪了，前2团是希望参加开幕，都已经快闭幕了，后1团是要参加闭幕，通通不准。哦，不准的理由是说呢，小两会都不接触，小两会是观光啊，所以国台办说你用小两会来设限，不是很奇怪吗？对不对？而且呢，小两会是说你们先交流以后，小两会也不是不能接触，但我们就要说你非要小两会先开，那之前我就跟各位讲。他不会给你开的啊、哦。那另外呢，陆委会说呢，这个观光小两会啊、因为他不开，所以呢，大陆说你把旅游团、采线的都禁止掉了。陆委会说交流性质并不是正式的沟通，就是说，就算是他们曾经台湾代表团想叫大陆跟海旅会接触，陆委会说他们只是去拜访而已，并不是两会正式。在像这样哦，正式沟通，你是海旅会，他是台旅会，大家谈判，不是这样，不是这样都不算哦。我们看一下，原来呢，4个老人啊，已经走了3个了，顾妈妈是等于是最后一个了。大陆海协会第1任会长汪道涵的儿子汪志仲秀出笔记本上父母和前海基会董事长辜政府夫妇的亲笔签名，感慨万千。我们如果要是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大家相互的走动、相互的往来、相互的沟通，那会形成多少好朋友？
不过这趟来台，汪志仲被陆委会要求不准接受访问，不安排其他行程。上午吊唁，当天傍晚就要快闪回上海。民进党当局对两岸交流处处蛮横设限，再次充分表明其所谓的善意和言论自由都是名不副实的空洞口号。国台办批评台湾对两岸交流设限，陆委会回应，针对中国具党政背景相关人士来台，一向要求遵守3不1低调，没有差别待遇。来金。我们的陆委会就是想很多处处设限，然后呢，在防这些大陆的人士来就是几乎是把他们等同于好像是讲匪谍是有点难听啦，可是几乎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啊。我想就是汪志忠先生到台湾来，他怕他什么呢？他怕的就是他讲出了那些话啊，两岸要多往来啊，和平交流啊，然后呢，他想这个汪志仲来台湾，如果说有媒体去采访的话，必然就会提到quốc安會談，必然就会提到9·2共識。那这些呢，就是民进党当局非常不乐意听到的这个事情啊。所以呢，基于人情的立场上面来说，他必须要同意汪志忠先生呢到台湾来吊唁辜颜卓云女士，可是就希望你快走。所以呢，他来的这边呢停留的真的很短来了吊唁完之后就立刻就回去了就是防得非常的严谨，这也是充分的显示我们的不自信的所在啊。他来这边，就算被媒体碰到了，讲2句话，呼吁两边要和平交流，然后说强调9·2共识的重要性，谁不知道你民进党不接受9·2共识，这就因此足以撼动和影响大局吗？民进党也实在太缺乏在两岸问题上面展现足够的自信，就是完全都没有那另外呢，对于上海的这个团，陆委会把话呢讲的也不好听。他说呢，你把2个先前不被批准的团合并起来报，难道我就要批准了吗？你敲锣打鼓的来申请，我就要批准吗？但是问题就在于是说，他先前去否决他们的理由很牵强嘛就说大陆这个上海台办那边呢，他们呢阻挠台商呢陆委会就是上海台办阻挠台商回台参加海基会的交流活动，然后呢，上海文旅团呢又涉及到旅游观光的踩线那旅游观光的踩线呢，你又必须要去先通过小两会的沟通，你这样子层层的设限加起来，其实摆明的它就是不要让台北市政府呢在两岸的交流上面呢，好像就是我给你了很多的便利，你在两岸交流上面什么的功劳都归你们的。陆委会绝对不做这样的事情，绝对不让上海跟台北呢正常的交流，不让台北呢去承接了好像就是打开两岸的冰点打开两岸交流的任何的一个名声，他都不希望你这样去做。然后至于在这个小两会的沟通的事情上面，上次有一位观光旅游业的不是来这个战情室里面，我觉得他讲的就很清楚嘛。两岸之间有很多事情呢，就是只能做不能够说。当你小两会要先期的沟通，你要去敲锣打鼓的，或者是说不经意的要把这个讯息透露出去，要让产生一种印象，就是说你虽然是我们现在我们没有接受民进党没有接受9·2共识，可是你还不是一样要跟我谈？你存着这样子的心，采取这样的动作，就一切都不可能成了。来，志豪议员。其实我是觉得蛮奇怪的我们大家回想一下历史三国时代那三国魏蜀汉曹魏还有这个孙吴都互相想要把对方干掉嘛都想要把他灭掉，然后称霸一方但是他们在使节之间来往，或者说正常的一些吊唁的这些动作，民间之间的这些互动，其实他们都还是行之如仪啦都是以礼待之那我不明白为什么单纯一个吊唁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需要把它搞得很复杂或者是神秘兮兮我实在不懂这个汪先生过来这边做一个吊唁的动作鞠个躬表达一下他的哀悼之意，会有这么严重需要来到一个不准什么不能有其他的行程啦不能有什么公开的什么，这非常奇怪那我只是觉得说这个民进党政府其实应该要思考一下这个基本的态度可以做一些改变当然我们对中国那边是要公平公正的，而且是一个对等的一个交往没有错但是也不能一昧就是光靠抗中保台啦或者是只靠亲美啦那所以我觉得
交流，正常的交流，正常的一些这个往来，只会让大家有更多的信任，堆叠一些善意。我相信对未来不管是两岸关系，或者我们可以很和平的让我们台湾继续发展下去，都是一个好事哦。那讲到台北灯会，那就更奇怪哈。灯会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台湾一些文化，或者甚至是台北的一些行销的一个方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哈。我不明白为什么连这个互相的这个访问的，比方来看灯会的都不行。你说双城论坛或许还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政治腾突或者是符号在哈，可是你单纯的一个灯会，你也把人家卡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台湾民众应该会去来思考这个问题啦。那我觉得台湾其实是一个靠观光产业非常非常依赖非常重的一个地方哈，所以如何来思考？两小会，我觉得都不是问题，是看你的执政党有没有这个心，有没有这个决心来推动这样的一个事情。如果执政党有这个决心，我觉得两小会这些都不是问题哈。如何让台湾的民众能够真正在民生方面获得一个解脱？意思是说，因为现在其实在基层这个观光产业非常非常的惨哦，很多这个其实都做不太下去了。那如果你可以有效的，或者说适当的把对岸的这个旅游的这个资源、这个能量带过来，不是一件好事吗？让对面可以更看清楚我们的繁荣，或者我们的一些法治的一面、民主的一面，不是很好吗？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执政党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怎么来解这个僵局啊。我觉得真正的原因在于，现在民进党对两岸的做法，你觉得在台湾，就是说光复以后到现在，最像谁呢？老总统，最像老总统，因为老总统逃到台湾来的时候是吓坏了，他们大我们小。那后来因为有美国保护啊，我们差不多拉平了。那现在这两边的差距又大了。那我觉得整个民进党的从上到下，谈到老公就是没有自信，就是害怕交流了以后我会被你吃掉，我会被你占了便宜。这个大家都有默契，而且如果他在这方面稍微松手的话，在影响整个台湾社会对这个政府的观感。他这个抗中保台的这个基本国策就没办法支持下去。所以今天赖清德讲，我们绝对不是棋子，我们要做棋手。我同意了，我们绝对也不是棋子，也不是棋子，但是你要做棋手。这个做法怎么是棋手呢？你连这个棋都不敢拿起来，你做什么棋手呢？不是，现在问题是你台湾处在中美当中两大之间难为小，中美他将来会不会把你卖了？我看乌克兰已经快被川普卖了，乌克兰你自己看好了，他变成弃子，很快就被美国买。美国当时鼓励他加入北约，在外面捅他，对不对？然后呢，给他钱，然后现在呢，打不下去了，对不对？乌克兰也打不下去了，美国一直给钱，给了3000亿美金，给的也手软了，美国人就没有耐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可能变成美俄之间的弃子。虽然泽连斯基说他们两个谈判没有我参加，我不承认。那美国到时候不给你钱，你怎么办呢？你怎么打下去这个战争呢？所以台湾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了。我一直想说，你不能100%都完全靠到美国那边去嘛。你两岸自己之间的沟通协调也很重要嘛。你建立一个沟通的管道也很重要，你通通不干，然后就反正是双方其实都搞一个前提以后，就老死不相往来。但是问题你自己看，美国要跟这个川普要跟习近平通电话，习近平说我不跟你通，再说。所以记者问川普，川普说：“哎呀，以后再说。”他可以不跟他通啊？那你台湾有这个本钱吗？你台湾能够这样子吗？所以这个将来越搞越大，两个边的差别越大。你这什么国防预算占 GDP 的3%，你这个国防预算占 GDP 的10%也没有用啦。你真的能够打这个仗吗？这个仗打得起吗？你自己骗自己而已嘛。就像葛莱伊讲的，我们骗自己安慰自己说我们跟美国关系很好，美国关系很好。美国什么看你什么关系？他都看实质，看实质对影响力，看实质对美国的利益是怎么样，这才是美国的关键。休息一下再回来。4年。好，昨天呢，星光三月在台中他们说他是电网说是我说什么？他们说一天不收入。不营业就损失7000万，我说很多百货公司看都门口罗雀啊，除了那个周年庆很多人去，平常都没什么人嘛，他怎么一天收入7000万？说是电网他不只是台中的电网，说是全台湾的电网，没有一个百货公司像他这个收入那么好，台中人看起来蛮有钱的能够去消费也不简单
那气爆现场可是不幸啊，发生气爆，说像恐攻的轰炸，太可怕了啊！也是啊，瞬间啊，而且昨天不幸是不幸啦，不幸中之幸是说，昨天呢不是假日，假日的话人就多了嘛，而且他们说刚好红灯，现在红灯都很长啊，60秒、90秒，甚至还150秒，红灯车子停下来没有过去，如果过去了，因为那个就是说很多人是在下面，不是在里面呢，在下面被因为它喷出来的哈，所以如果你有车子啊，有行人啊，不是绿灯的话，可能就更麻烦了哈。好，那它主要是美食楼了，改装，那到底气爆在这讲应该有瓦斯才会气爆，那瓦斯又说呢，3天以前就断气了，没有气了，那没有气怎么会爆呢？对不对？那个焊接工人好像说，一切下去就爆了，因为切下去它有火花，有至少有这个摩擦力啊，和热有温度啊。那到底怎么回事？还是管线中的残留会爆成这个样子吗？所以现在他们还在调查。那天然气公司说，我们配合他们把管路封了嘛，所以没有瓦斯外泄啊。那什么空气爆了？不可能嘛，一定是有来源嘛消防员说也没有燃烧迹象。那有人就说是不是粉尘？今天又说不是粉尘，那怎么回事？为什么切下去就会发生爆炸？到底怎么回事大家也搞不清楚，到现在也不清楚然后呢，网络说有很多巧合，每次的灾难都是有很多巧合，一个接一个接，中间如果一个不巧就不会发生，就是巧了比如我常常举例，你出个车祸，对不对？你不是在那个时候，不是刚好那几个车刚好碰在一起，或你快一点，你慢一点，你晚一点，你早一点，就不会，就在那个当口就碰到了。所以有时候我现在开车的时候遇到红灯，或者有时候前面人开得很慢，我就想算了红灯就红灯吧如果你绿灯，搞不好发生什么事你也不知道，这样想想就比较豁然开朗，就不会就那么去计较快一点慢一点都不知道会怎样那所以呢，这个他说4大巧合避免伤亡人数翻倍了有很多时候是巧合造成这个意外，有时候巧合避免了意外那因为这个市政府就在他旁边，所以卢秀燕说都感觉到震动那市政府说无限期停业，一直到结果出来搞清楚再说这中间都不给你开业，所以他一天损失7000万星光三月的中港店那星光三月的这个声明说他是以人为本，要负起所有责任，绝不逃避他们理论上应该有保险的那他的这个老板呢，吴东升昨天下午呢到台中，从后门进入现场待了3个小时，因为呢这种要低调了，你太高调也不行了，这个家属可能会找你，媒体也会找你了那另外呢，员工生还的员工无惧愚蠢，说嘣一声，整个柜都不见了所以呢，这个不是只有11楼、12楼，10楼都波及了。我们看一下。台中星光3月12楼13号上午11点33分发生气爆，瞬间铁皮玻璃碎片砸到地面，也让目击民众看傻眼。而透过空拍画面来看，案发12楼毁损最严重，前面圆弧形窗户都被炸毁，另外右侧11、12、13楼也破了一个大洞，可见爆炸威力惊人。透过3D 图来看，爆炸后12楼受损最严重，前方圆弧形玻璃大片碎裂，右后方建筑也被炸到毁损破洞。再进到室内楼层分布位置看，12楼的美食座位区就是爆炸最严重的位置。根据了解，起火点也是在这处范围内。在案发后，天然气公司也透露，他们有马上关闭总开关，而在星光3月内有4根天然气立管，会依照不同柜位的申请需求，在水平拉管到每一层楼的天花板梁顶。虽然天然气公司强调，事发当下12楼的瓦斯管线已经关闭，但根据了解，11、12楼都有装潢改装工程进行中，是否有不小心触碰到瓦斯管线酿祸？检方封锁了11、12楼，而火调单位也正在积极厘清。会同这些公务人员就他们昨天工作的这个细节跟内容去做一个厘清。但是这爆炸的威力，连500公尺外的市府都能感受得到。就有专家分析，这威力可能就跟误切瓦斯管有关。如果以阳乙炔的回火，然后
然后泄漏发生爆炸的话，一般看起来不会到这么大的规模，所以也不排除一个可能，就是管线在切割的时候误切了，没有遮断的部位。威力大小也成了厘清爆炸原因关键，但究竟真相为何，只能等待检调抽丝剥茧。那边怎么看？因为我问过消防员呐，他们研判是说，因为这是气爆，而且呢有闻到瓦斯味，所以瓦斯气爆机会还是比较高啦。闻到，对，有闻到瓦斯味。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那是误切还是怎么样？因为那个瓦斯天然气公司是讲说他们有关掉，但问题是关掉之后，你有没有去查那个管线里面的残留气体？然后第二个，他们否认说可能不是气爆原因，是说没有，他说温度没有偏高，所以感觉没有燃烧，没有火灾，但是瓦斯气爆的瞬间，其实也是会有火花，然后现场有工人其实有烧伤，所以可能就是气泡的，我觉得几率还是瓦斯气爆几率还是比较高啦。那当然这个最后还是要有那个鉴定单位他公布。那现在他这个比较大的争议是说他没有去申请室内装修。那其实一般的民众有些人真的不知道说家里装潢要申请室内装修，因为我处理很多陈情案都是这样。他说我只在家里小有装潢就被检举了，公务局要来开罚我啊，没有错，你只要家里装潢有动到结构啊，或者是可能影响到消防安全什么之类的，就是要去公务局申请，那当然要点费用。但是这个比较不能接受的是，你星光三月你这么大的公司，你会不知道说装潢要申请室内装修吗？那申请室内装修的好处就是说，在过程当中有建筑师会监督嘛，会看你有没有符合那一定的 SOP。那你如果会影响到你的安全、公安各方面的话，建筑师会告诉你。所以像这种大型的商场啊，这种攸关人命的，大家还是要去申请室内装修，会比较安全的。当时这个爆炸的现场什么状况？我们看一下。特卖会的监视器拍下突然一阵天摇地动，百货公司爆炸了，像是大地震，大家都吓坏了。炸裂之后，现场人员赶紧逃离，不要走电梯，我们走手扶梯下去。逃生梯？对，逃生梯。该往哪里跑？电梯不能搭，已经东倒西歪，还有水管破裂，喷水出来。大家往逃生梯下楼，迎面是满天的灰尘，呛得咳嗽。走下楼梯，每一步都得小心。大震动之后，天花板垮了，地面都是掉落物。10楼是特卖会，还有美食街，波及最严重。11楼、12楼封闭整修。根据卖场的楼层介绍，11楼有酷盛食冰淇淋、星巴克、Uniqlo；12楼是香水、化妆品、服装等30家柜位。消防队员入场搜索有没有人员受困的时候，现场就是轰炸过的样子，天花板掉了，钢筋条裸露，通风管垂在半空中。根据金管会保险局了解，星光三月百货的商业活险有4家产险公司共同承保，星光产险7成，国泰民台和泰安产险各1成。公共意外责任险星光产险独家承保。台中市的自治条例规定，最低投保金额每一人身体伤亡300万元。百货公司大规模的整修，业者透过网络社群平台公告资讯。星光三月1月20号发文说，11、12楼进行改装出清到2月9号。台中市议员质疑，有多少大型商场百货公司整修，是否曾主动调查，还是每次都要等到事故发生才急着甩锅？来，正好。其实这个看起来大概就不外乎2种情形啦。依照我们在义校33年的经验大概就是瓦斯气爆或者是粉尘气爆那瓦斯气爆大概就是由这个液化石油气或液化天然气的这些可燃性气体产生的一个爆炸。那如果是粉尘，可能是木屑可能是一些金属的粉末来产生爆炸。那这边很吊诡的地方就是说，根据不同的证据我必须先说了，因为完全的调查还没出来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根据过去的经验做了一些推断它很多现象是互相矛盾的。比方说，刚刚有提到它的瓦斯管、它的瓦斯表已经拆表了，但它拆表到底有没有意味着它已经把整个瓦斯管路关闭起来了？好，这个是可能要先澄清的。好，如果说你是瓦斯管路真的完全都关闭起来，理论上你的漏气不会达到那么高的浓度，因为如果你是气体爆炸，你的浓度必须在一定的间距当中，你的浓度太低，你是不会爆炸的。你的浓度超过，因为你混合了太多的这个就是氧气不够了你还是不会爆炸所以到底如果你的瓦斯管线真的是完全关闭了，理论上不会造成这么大的爆炸。好，那我们谈回来，如果是粉尘爆炸，
粉尘爆炸一个现象，就是刚刚有提到说，为什么没有燃烧，或者其实不管怎么样的爆炸气爆，它都不必然会有燃烧现象。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的气爆是会燃烧哦，我们可能会到现场看到一些烧掉的一些那种或者熏黑或者有受火烧到的一些痕迹的这个纸张啦，或者是这个建材的碎片是有可能，但它不是代表一定会燃烧。那这个尘爆就是粉尘爆炸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观念是说，它其实爆炸的压力相对于瓦斯气体的爆炸是小的。所以我们看新闻画面上，其实那个爆炸的威力跟强度是很大的，所以你这样碰一下，你可以把整个隔间，把整个第11、12楼炸成那样，是往外推出去，然后掉落到这个地下的这个地面上，这个威力是相当大的。所以你看起来又不像是粉尘的爆炸所造成的这样的爆炸，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的影响？这个目前我觉得都还没有定论。但是的确，我必须讲很幸运啊。今天如果说是不是刚刚所讲的，不是刚开业，好，那这个美食街在整修，然后也不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周年庆，然后也不是这个一般日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伤亡会很严重。那这里面有其实好多是相关于法律的问题哦，比方说我提一点哦，我回去把这个消防法稍微看了一下哦，它有规定说，如果我们今天假设今天是瓦斯气爆来讲好了。什么地方要装设瓦斯的这个漏气的警报器哦？按照消防法规，其实你是地下层。哦，你有经营这个那个法规很细啊，比方我就不说什么超过1000平方公尺啦，你必须是餐厅什么什么的，所以它的 focus 是在地下层。换句话说，你在地上层，其实它目前来讲，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误，它没有强制的规定你必须要装这个瓦斯的这个漏气的警报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哦。所以我们反过来讲，我说这次就是很多基本面法规面的问题，可能需要大家来重视来讨论。他可能觉得说，第一个美食街都在地下了，很少在上面的，大部分都在地下，上面有餐厅，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美食街。你台北市的百货公司很多在下面嘛，对，地下大部分都在下面，大部分在地下，所以他另外他觉得地下可能空气比较不流通，不像上面比较流通，所以他不知道他当时怎么定这样规定的。如果是只有地下要侦测，地上不要侦测，其实蛮奇怪的。休息一下再回来。